四川省达州市达川公安分局对一场已经拖了5个多月的民事纠纷给出了处理结果，自称自己摔倒是因为3个小孩把他撞倒造成骨折的蒋老太太以及他的儿子龚某某被处以行政拘留。咱们先把整个这事情给大家回顾一下。这个事儿呢，其实是今年夏天发生的，就是今年的6月15号，这个蒋老太太从自己家出来要去倒垃圾，结果在路上就摔倒了。她摔倒是摔倒了，旁边有3个小朋友，其中有一个过来了，可能是要把她拉起来，结果这蒋老太太死死的抓住其中一个小朋友的手，起来就说自个儿摔倒是他给撞的，但这3个孩子说我们没撞倒。结果就这个事儿，蒋老太太坚持是3孩子把他撞倒的。结果到医院一看呢，大腿根部这儿呢粉碎性骨折，连着这医疗费花了2万多块钱。这么这个老太太的儿子龚某某，就带着老太太，包括他自个儿的儿子天天到人这仨孩子家长上去闹去你赶紧你赔我们老太太花2万多呢。结果这个期间，派出所和司法所的人呢进行调解，就说你们赶紧问问怎么回事如何呀。结果这事怎么着双方也很难达成一致，一直到今年11月16号，这个龚某某呢把自个儿妈这蒋老太太背到其中一个小朋友家里了，放他家里了，说你反正你不给我们赔偿，我们老太太反正吃喝你全养着吧，我也不管了。结果在这种情况下，逼的这些家长没办法了，最后呢直接让司法所来给断。当时司法所给断出个什么结论呢？就是说这老太太不花2万多吗？除了能报销那部分，剩下那部分呢才3亿31，你们不仨小孩在这老太太4方吗？一家拿2500，把这1万块钱给解决了。结果这些家长觉得冤呢，我们孩子你说干的是好事没干坏事，结果干好事我们还得赔钱，所以最终也不服这个调解结果。最后到了11月23号，当时所在这个达川区公安分局下边的南外派出所对这个事进行了全面调查。结果呢，有3位证人站出来指证，说是确实是那老太太自个儿摔倒的，跟那仨孩子没有关系，人家其中的这仨孩子要过来要搀着老太太。所以根据目击证人以及其他的一些证据链条呢，最后呢这个达川区的公安分局给出了这样一个结果，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认定呢这个事儿呢仨孩子没关系，人家是做好事。而且你后来这龚某某带着他妈到人家去，往那一放，不给钱就不走了，怎么的？这涉嫌敲诈勒索，所以对这个蒋老太太呢，行政拘留7天；对这他儿子龚某某呢，行政拘留10天，并处以500块钱罚款。由于蒋老太太已经满70周岁了，按照我们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呢，这个拘留可以不执行。最后就这么一个判决结果。那么这个结果出来呢？我在网上看到舆论一片欢腾，说要不然你说这老人倒了谁也敢扶。这种舆论呢是有一定来历的。近些年来，扶摔倒老人反被诬陷赔钱，好人难做不时见诸报端，引发公众热议。2008年8月21日，郑州大学生李凯强自称骑车途中好心帮扶摔倒老人，却反被老人一口咬定是被他撞伤，双方各执一词。经过法院审理，李凯强2审被判赔金2.1万元。由于李凯强坚称清白，一时间引发了公众和媒体的热议。2011年8月16日，天津车主许云鹤自称在驾车途中发现一老人跨越马路护栏后摔倒，随即停车帮扶老人，并叫来120将其送往医院。不料事后老人一口咬定是被许云鹤撞伤，双方各执一词，真相模糊难辨，却再度引发了一场关于社会道德滑坡危机的大讨论。2011年8月26日，江苏南通司机殷红斌在驾车途中搭救骑车侧翻的石老太，
却被老太指为肇事者。最后他把监控录像还了殷红斌清白。由于此事有确凿证据证明殷红斌救人反被诬，诬告者应该付出怎样的法律代价，成为讨论的新焦点。几年中，同类型事件的屡次发生，媒体对真相的追寻，对后果的探讨也从未停歇。可真看到摔倒的老人，每个人都会选择去扶吗？我们这几年社会上也不断出现这个现象，就你一扶老人呢，这老人起来了就赖上你啊，就你撞的，怎么的。有的家庭困难的老人更是如此，这是儿女恐怕不肯负担我医药费，我这还遭着罪，还没钱，得我可得赖上去了。那么这样的人如果不遭到惩处的话，讹一个成功一个，讹一个成功一个，你说我们这社会风气不完了吗？所以这种判决呢，显得啊，我说显得大快人心。可是呢，判决下来之后，这个龚某某就是蒋老太太儿子，带走他拘留嘛，让他签字，他不签字。他说你拘留就拘留我们没有这个这干着坏事，凭什么拘留啊？我不服气，拘留是拘留，我认，但是我不签字。你等记者采访到这蒋老太太，这蒋老太太哭天抹泪的，哎呀，我是冤枉的呀，这我没想到我这个被人撞伤了，我儿子还给拘留了，我绝对没撒谎，我要撒谎天打五雷轰，我们全家都死。你看他还赌咒发誓呢。这个事情真的就这样了结了吗？首先一个，这个事情的真相一定就是这样吗？我劝大家不要下结论下得太早。虽然有3个目击证人，虽然有这样的结果，但这更多从法律角度来讲，是谁主张谁举证。就说这老太太，你说你是被那仨小孩给撞倒造成骨折的，那好，你得拿出证据。这老太太现在拿不出这个证据，那你拿不出这个证据，你儿子背着你赖到人家不走，这就是敲诈勒索。所以最后这个结果是完全按照法律来的，是没有错误的。可是问题是，按照法律来，就一定是真相吗？这个老太太拿不出这个证据，是不是就意味着这老太太真的是自个儿摔倒的讹人家呢？真的是那仨孩子一点过错没有呢？现在恐怕我们很难轻易的得出这样的结论，你只能说最后判决的结果是老太太拿不出证据。我们知道人心是非常复杂的，你像这个2006年大家都知道，就是这种事的始作俑者，南京有个彭宇案子。这个彭宇呢在下车的时候，有老太太说他把我撞倒了。2006年发生在南京的彭宇案一度被舆论定性为救人反被讹的标志性事件。据彭宇描述，看到老太太跌倒在地，他上前去扶，便和当时在场并主动过来帮扶的另一位中年男子一起将这位老人送到医院。然而老太却有截然相反的说法，双方各执一词，争论不休。老人摔成8级伤残，双方因赔偿问题发生纠纷。2007年1月12日，徐寿兰将彭宇诉至南京市鼓楼区法院，指认彭宇将自己撞伤。一审期间，彭宇未提曾和徐发生过碰撞，强调自己是助人，并将满腹委屈诉诸媒体。彭宇案随即成为各大网站论坛的热议话题，公众纷纷为彭宇好心助人反被诬陷的遭遇打抱不平，而老人及其家人也被推上了道德谴责的风口浪尖。然而6年后，事实发生反转，不仅彭宇表示确实与徐寿兰发生了碰撞，南京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刘志伟重提旧事时也指出，舆论和公众认知的彭宇案并非事实真相。结果最后看是彭宇确实把老太太撞了。所以我说有些事儿呢，当然我不是说啊这个事情就是这蒋老太太占理，我没有这意思。但是司法上来讲，你只能认定这老太太拿不出来小孩把她撞倒的证据，你不能在事实真相上100%就认定这老太太就那小孩就没撞她。
所以到现在为止呢，我们不能简单的把这事儿盖棺论定，你只能说从司法意义上讲，谁主张谁举证。你说你这把我撞倒了，你拿不出证据来，那你这就是敲诈勒索。这个判断最后是没有问题的。要我看这个事儿，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道德也输了，法律也输了。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一个，你看这个事儿，假如这老太太讹人这事实是真的，你说对于这3个孩子影响得多大？这仨孩子本来是老太太摔倒了，老师都告诉我们要助人为乐，我们把他扶起来吧，结果老太太把我们讹了。你说说，无论是最后处理结果是什么样，这些孩子下次再见着老太太老头摔倒，他怎么想？哎呀，拉倒，别管，这管惹上这么大麻烦，他再讹上我，这不就有那样的吗？我们这个节目有一个工作人员，他父亲呢也70了，前2天就是在小区门口道一滑摔倒了，周围的保安什么的刚要扶，这外头有一个出租司机站着，先别扶，你可认清怎么回事。其实我们这个同事的父亲呢，根本没有任何要讹人的心理，可这事儿也弄得他心里非常寒心。你看老人倒了，没人敢扶了。这不前一阵我参加中央电视台那个小品大赛，我去做评委去，有一个小品就是反映这内容嘛。老太太摔倒了，这些人要扶，先把手机掏出来，赶紧拍下来留证据，然后再扶老太太。你说如果要这样的话，咱们社会人人自危，互相之间都没有这种信任感了，怎么办？就这3个孩子，即使最后还他们清白了，你说他下次再见着老头老太太倒了，他会怎么想？就说这个事情无论如何来讲，在道德上都使一些人感到寒心。就在达州讹人老太事件被媒体披露，引发激烈讨论的同时，2013年11月25日早上7点多，浙江金华一位老人在路中摔倒，伤势不明。来来往往的许多路人虽然停住了脚步，却无一人敢上前搀扶。他们最终选择用身体围成了一个安全岛，防止来往车辆撞到老人，直到救护车赶到。彭宇案后的数年间，我们从诸多媒体的报道中见到了太多老人倒地只引来围观却无人施救的场面，而因为错过救护时间而失去生命的老人也不在少数。2010年11月22日，一名年近70的老大爷在石家庄街头突发心脏病晕倒，虽有众多路人围观，却没有人敢上前帮忙，直到110民警赶到现场，老人才得到救助，并最终脱险。2010年12月15日，78岁的老干部肖宇生在小区内跌倒，保安和路人无一人上前搀扶。20多分钟后，老人的儿子外出时，才发现老人孤零零地趴在地上，已经没有了呼吸。2011年9月2日，武汉市汉阳区88岁的李爹爹在离家不到100米的菜市场口迎面摔倒后，围观者无人敢上前帮扶。1小时后，老人因鼻血堵塞呼吸道，窒息死亡。需要救助者得不到别人的援手，提供救助者无法自保，是不是真正的悲剧？那么还有更加严重的，就是我们看这老太太，如果她真是讹人的话，你会发现这老太太现在是硬犟，我没讹人，我要撒谎，我们天打五雷轰，全家都死干净。她在那赌咒发誓的，也就是说这个事情没有人在忏悔。就你到现在，即使分出了谁对谁错，错那一方也拒不忏悔。他不忏悔，不悔过，你能说在这个事情道德获得胜利了吗？做错了他居然都不认，这是什么影响呢？好多人我错就错到底，我就死不认账。有些年轻人还推崇永远不要说自己做错过就维持自己这种虚伪的自尊心。作为这老太太来讲，她真要是讹人家，她拒不认错，我认为这个事情对道德的伤害更大，非常恶劣。做错了她居然都不认。你看咱们有不少一整发誓，我们全家死光这事儿我要是我干的，我出门让车压死，我天诛地灭。为什么我们经常听到这种坏人赌咒发誓？他就不怕报应吗？他真不怕。为啥？咱破除迷信这些年了，
天诛地灭，天不会来诛你，地也不会来灭你。他赌着这事是我干的，出门让车压死，他知道出门车压不死他，他会躲着走的。这反映了什么呢？就是有时候拿神鬼的一些东西来赌咒发誓，你看起来好像说这不过就是个游戏啊，就开玩笑，那是迷信，你这什么心态？所以这个事过后，现在无论谁对谁错，没有任何一方忏悔，我们只看到了惩罚，没有看到来自心灵层面的忏悔，你能说是道德的胜利吗？再一个，我说第二点，法律也输。怎么输了呢？你看这个过程，那个6月15号发生的事儿，如果当时的派出所和公安分局马上就启动这些正规的调查，后来都有3个目击证人作证的，那当时怎么能没有呢？这个事儿当时就能解决清楚，可是拖了5个多月，这边老太太和儿子来回的找人家，那边仨孩子的家庭也饱受拖累，苦不堪言。结果这个过程，司法部门调解再调解。我想这个事情要不是最后把老太太抬他家去了，这家人觉得我实在没法忍受了，我孩子做了好事还要赔偿，要不是在这样心理下，这事咱见关吧。仅仅是根据前面的调解的话，如果一想额度不高，假如说一家不赔2500，赔400-500块钱，是不是有的家庭就我认了，掏着钱认了？这样的话，你说他得亏多大吧？做了好事还掏钱，还跟做贼似的，你说这种事如何能体现出公平和正义呢？我认为根源的毛病就在于很多法院上就说呢，这个案件呢要真出现纠纷了，尤其是民事纠纷，能调解就调解，该判就得判，调判相结合，先调解后审判，然后调解优先。所以最后你整调解优先，那一定是调解压到审判。所以在事实过程当中，本来这个事儿应该拿到法庭上审清楚的，底下先别的，先调解。结果调解过程当中，你经常能听到什么话呢？你到法庭能怎么的？你就最后打赢了，他不也是最后赔这钱吗？你让他少赔点，你消气得了，忍一点吧，他扯这干啥？在民间民事案件调解过程当中，我刚才说这个话你会经常听到，其实这些话都是违背公正的。因为在我们国家的这个民事诉讼法里明确规定，调解什么时候使用呢？在双方自愿的前提下，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在是非明晰的情况下，才可以进行调解。那么像我们刚才说那个，毫无疑问，调解过程当中双方都不自愿，都不情愿。老太太那边我要你赔2万多块钱，这边说我们做好事，凭什么我们要赔钱呢？就没有一方是愿意的。首先违背自愿原则，第二个，这个事儿到现在为止我们也不能说事实是多么清楚，那事实都不清楚情况下，那事实基础不存在，你调解什么呢？再一个，是非明晰，就是谁的理谁的非，谁的黑锅谁得背，谁占便宜谁吃亏，你得弄清楚了。到最后也不是太清楚情况下，你调解何来呀？这不等于是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一笔糊涂账吗？要不是最后家长一方无法忍耐了，这事很可能要少要点，比方那老太太不那么贪心，说一家拿400-500得了，可能这事就过去了。结果这仨孩子一看，完了，我们干好事还被讹了400-500块钱，今后拉倒，这些事我别干了。见老太太摔地上，我躲远远，最后就是这个结果。而且这个也事实造成什么呢？这对于我们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没有任何好处啊！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归根到底来想，法律也输了，拖了5个多月，最后弄出这么结果，道德更是输。到现在为止，没有人去忏悔。所以我们从这个事儿发展到最后结果来看，说明我们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任重道远，还远远没有达到我们大家共同认同的。一提起拆迁2个字，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会想到暴力拆迁、强拆这些负面的字眼，但是随着我们国家政府在立法和执法层面对于被拆迁的弱势群体的保护，那么这样的现象呢，应该说越来越少了。但是与此同步，却有新的社会问题产生了，那就是由于拆迁补偿款的到位，产生了一群因为拆迁而一夜暴富的年轻人群体。这些人被形象地称为拆二代。咱们首先得给大伙解释一下什么是拆二代，因为咱们很多人呢都听着说富二代啊、穷二代，拆二代的
那就是拆迁，然后呢给补偿款。结果呢，使这家里的年轻人呢，凭空的就多出了很多财富。以前家里头条件很一般，甚至很穷，突然间一夜暴富。那么处在这样环境下的年轻人成为拆二代。随着这些年大规模的这种拆迁，拆二代大致的年龄应该是85后居多。现在90后呢成为拆二代的主体。那么这些人还有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呢，他们大多数是住在城中村呐、城郊啊、城乡结合部，或者是呢农村，但是呢却附近有大量的工业区需要征地，是这样一种状态下，他们生存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所以这就在某种程度来说呢，这是老天爷给他们的，就正好赶上城市扩建，有时候工业园区要占地，那就需要给他们很高额的补偿。就说这部分利益他们得的是合理合法的。那么越是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那么它的土地溢价越高，就是一旦土地征用了之后，转化成资本化以后，那么土地这个价格它的红利就越大。你看，我就考察了北京周边的很多村子，他们很多村民都等着拆迁，因为拆迁之后，按照这一地区社会的消耗成本来讲，它的补偿价格比较高。2009年，作为北京市城乡一体化的试点，大望京村的拆迁补偿总额高达50亿元，村里1700户大都获得了一笔可观的拆迁补偿。望京拆迁平均起来啊，一家应该在300万左右，600-700万的我估计能达到20%吧。那么你要是很远的地方，农村、县城边上的，可能拆迁价格就达不到这么高。所以越是一线城市不繁华地区啊，它的城郊啊、城乡结合部、城中村拆迁得的钱就越多。所以往往在这个1、2线城市的城郊、城乡结合部会出现大量的一夜暴富的拆二代。那么这些人呢，他以前没有财富逐渐积累的过程，生活状况也不如意，突然间得了这些钱了。老百姓有句话说，是人呐，容易让钱给弄烧包了。往往这里边有些人呢，就有点忘乎所以了，一夜暴富，这钱呢不知道怎么花了，就引发了很多负面的社会问题。2014年2月12日凌晨1点，北京玉泉营派出所接到张小姐报警，称自己在乘坐一辆黑车行驶到南四环附近时遭遇抢劫，挺害怕的，然后就开车门呗，要跑，跑下车然后就追我，然后打我呗，然后就把包抢走了。一部苹果手机和400元现金被抢走，案件很快告破，警方抓获了26岁的犯罪嫌疑人刘某。可刘某的供述却让所有人大吃一惊。他说自己刚领了几百万的拆迁款，根本不缺钱，抢钱完全是心理在作怪。当时心情就是过于的激动，然后抑郁，睡不着觉，然后晚上出去寻求刺激。因为我没有任何作案动机。去年4月份，我们家刚拆迁，给了我们家400多万一套楼房。刘某说，他从去年开始出现抑郁、焦虑的情绪，所以晚上经常开车出去兜风，偶尔拉拉黑活。案发当晚，张小姐坐上了他的车，到了拐弯的那个地儿，四处没人，我突然就觉得我不行，我给他抢了吧。我看抢完这什么感觉？得知刘某抢劫，刘某的父母难以接受。目前刘某因涉嫌抢劫被刑事拘留。拆二代犯罪再也不是个案。那么当然，这样的拆二代呢，有很多老百姓不待见他，认为这啥本事也没有，你就靠这家里头这运气好啊，一拆迁得那么多钱，一下就富了。这人怎么？大家说什么的都有。但是呢，咱首先要有一个问题必须说清楚，就说拆二代获得财富是合理合法的。为什么呢？他和穷二代、富二代还不一样。你比方说富二代，他爹妈就有钱给他了，但问题拆二代获得财富可不是靠爹妈，那是靠自己。这怎么叫靠自己呢？
因为决定人一生财富的呢，总共有3个因素，一个是你的出生地，一个是你自己的努力，一个是运气。那么只要他在这个城郊结合部、城乡结合部、城郊、城中村出生，只要在这地方出生，那么这个土地溢价带来的权利，他就应该享有，得到的好处就应该归他。所以这个事跟他爹妈都没有直接关系，就是他该得的，就如同你买彩票中奖一样，一个道理，那是你的运气，你的手气。那么拆二代带来的主要社会问题是什么呢？这个咱们得就具体的拆迁问题展开。你看北京前几年呢，望京地区拆迁了。那么那个时候我去望京的农村去考察的时候，就发现呢，村子里边有大量的外来人，都些什么人呢？有卖汽车的，有卖保险的，有卖理财产品的，有琢磨股票的，甚至还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人来干嘛？有的赌博的人到这来拉客户来。也就是说呢，由于拆迁一夜暴富的村民呢，他不知道这钱该怎么花。你看这里头就分出好几类人。一般50岁以上的人呢，他穷过苦过，他知道这钱到手啊，你别成过路财神，3穷3富过到老，咱得攥到手里留点过河钱，别万一有一天出什么事儿。所以这样的人大多数的把钱攥得很死，要么是存银行去，要么是呢比方说稳定的理财产品，他了解把握的买一点，或者索性呢就买房子，他觉得房子不会贬值。所以这些人呢都很把握。可是50岁以下的好多人出现问题了。你像有些30岁的，他原来干的活是什么呢？就本来也不怎么种地了，就是当保安、当保洁，有的打零工。突然有钱了，一下就觉得我还能再干那个吗？我干那现在我这么有钱了，索性就这工作就不要了。我们管这叫主动失业，我不干了。我不有钱了吗？我天天在家里不做饭了，点餐，买这金链子，手机升级，家里头什么各种的豪华奢侈的，不少家都买车了，甚至出现挺可笑的现象，开着宝马车到那去当保安去，出现不少这样现象。另外也有一些呢，不法分子呢到这儿来琢磨怎么从这个农民这里头把钱骗出来。反正当时那会儿在这方面，我感觉是乱象丛生。那么比这些人年龄再小的20多岁的、10几岁的，就我刚才说到拆二代这范围，他们更加陷入到这个怪圈当中。就是因为原来在农村生活的孩子呢，咱们得必须承认，在这个受教育这方面，往往农村孩子在受教育上就比城镇孩子要落后一块。所以在农村这些10几岁、20来岁的年轻人，很多呢参加工作的呢，就业的也不是什么特好的岗位，普通打工的。没有参加工作的呢，往往这个时候很多并没有考上大学，有的念个职高啊，念个中职就毕业了，有的待业在家。突然间家里头一下子富了，家长也疼孩子，这些孩子就觉得哎呦，我这家从来没有过这样，不知道这钱该怎么花了，一下子陷入到一种盲目的奢侈消费当中。天天我也不琢磨工作的事儿，我也不琢磨上学的事儿，反正我家有钱了，天天卡拉 OK 呀，跟朋友吃饭呢、喝酒啊，干嘛谈恋爱啊。反正这些拆二代里边有好多人一下子迷失在金钱给他带来的误区当中。当然这里边有相当一部分人呢，他很有心计，就这个钱拿来我怎么用。我刚才说岁数大的稳当一点的呢，买点房子或者就存银行，就再怎么通货膨胀，再怎么贬值，我这钱大多数我还能留下。再一部分人呢，正好缺钱创业呢，我用这个钱我创业，由此改变了人生命运，人生就杀出了一条新路，一下子升级了。有这钱了，我用来自己更好的办实体。所以这一部分人里边也有拆二代，20多岁的跟别人一块创业，或者自己单独干点什么，一下子腾笼换鸟，整个人都升级换代。但是我刚才说的那些负面现象依然是大量存在的，而且这些人呢，后来的下场普遍不好，有的甚至呢去赌博，甚至吸毒。我们都知道吸毒赌博这无底洞啊，久赌无赢家呀，很快有的房子也输了，钱也输没了，车也输没了。
由原来一夜暴富到一夜返贫，而且狼狈程度比以前还差呢，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有一点的，他原先这些人呢，没有经过财富积累，一点点拥有财富的过程，突然间这一大笔钱来了，这个人有时候发懵。咱们正常人其实都很难在这时候保持清醒头脑。那么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呢？现在中国这城镇化轰轰烈烈展开，到现在为止，我可以说方兴未艾。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越来越多的获得高额补偿款的人出现，拆二代也会越来越多。如果这些人不会驾驭财富，一下子被这钱给烧的不知道姓什么了，当他们由一夜暴富到一夜返贫的时候，那这些人怎么办呢？他已经习惯了获得钱的这样一种方式，很有可能有些人会成为社会治安的隐患。那么这个成本都由谁来承担呢？这也是我们说的，说农民工进城啊，他这个土地失去了，失地农民呢，其实归根结底来说，这个地变成了城市了，不等于是城镇化，人城镇化才是核心。所以说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呢？我倒觉得是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呢是个人，你像这些拆二代，他应该想到他要融入城市得怎么办，不能是消费融入城市，这个不是融入城市的方式。融入城市的不能是仅仅消费，它包括你的精神生活，你的知识水平。那么现在拆二代手里有了钱了，最迫切需要的是加强自己的知识修养，让自己的整个素质层面能够跟城市居民拉平，从眼界上、见识上，包括对理财各个方面的认知上，都得达到这个高度。所以从个人来讲呢，你得自强自新，你得提升自己，你得意识到这钱搁到那儿总有花完的一天，良田百亩不如薄技随身，自己得长个本事，有点能耐，通过对知识的吸取来获得安身立命的技能，这才能够长久在城市扎下根。所以个人这得自强自新自立，不能够自暴自弃，就随随便便的就花天酒地的就吃上喝上玩上。再第二点呢，最重要，这个事儿的政府责任。你那么想，如果这事处理不当，这个成本是要由政府跟社会背的，所以这事必须得政府来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这个事情我就想起来20年前就有这样的事儿。我们老家黑龙江哈尔滨，哈尔滨有个新春乡，现在你要去哈尔滨那乡早都拆没了，变成了什么红博广场啊，什么都好地方了。它在3大区的中心地带，原来这个地方干嘛呢？大棚蔬菜供应哈尔滨各个市区。后来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呢，这块拆迁。拆迁的时候呢，这都当地农民呢、菜农给补偿，能够一家呢一户呢，比方说一个人呢，可能能给补偿10几万，那90年代就不少了。很多农民欢天喜地呀，他当时没有意识到说这土地失去了，我今后咋办？一听说一人给多少7、8万，少的多的10几万，乐的都不行了。那哪见过这些钱呢？那么这个时候呢，新春乡有一位退休的老干部，马上要退了，他呢给当时主管部门写了一封信，就是讲了一下自己对这个事情的认识。他认为呢，不应该把这钱呢直接就给农民。说为什么呢？这个农民呢，一旦把这钱花没了，你将来怎么办？有人说，那农民人自个儿还不知道怎么花钱吗？哎，你可别说这个，咱们周围那糊涂人有的是。而这个农村人呢，很多时候眼界并不开放，他抵制城市来的诱惑，可能这个能力会更差。所以这位老同志呢，就说不能把这钱直接给农民，因为农民有时候他的见识本身受些局限。你看，我举个例子，大伙儿都懂。现在很多地方呢，开发商下去跟农民商量买地或者租你这地，农民签了合同了，哎，见着钱了，挺高兴。回头一打听呢，说这地也租的或者流转的吃亏了，马上上法院就告去，不干了。你告有什么用？你合同跟人签了，毫无这种契约意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咱们掏心窝子说，不能完全的信任农民自身的能力和觉悟。这个道理跟我们普通老百姓，比方说我们在城市里住的人也是同样。
你不能相信这个城市所有居民就一定有这样觉悟，就一定能管理好自己生活，否则那样的话还要教育干嘛呢？所以当时这位老同志提的很好，他说他提了2条招。第一个呢，现在这个乡里头有乡镇企业，要把这乡镇企业呢扩大规模，然后让开发商来呢，最好能帮助乡镇企业再往规模的扩大一点。这样的话呢，完成培训，把这村民组织起来呢，进行产业培训，然后由这村民呢直接转化成产业工人。就是政府应该在这方面投入。第二个呢，这个钱呢不要一次性给这农民，就是帮助他们想法理财。比方说村里头还有村办企业，还有门市房，是不是把这个赔偿款呢折算到这个股份？入股门市房我入股，我这个村办企业我入股。通过这个统一管理呀、集中量化呀、统一经营各种手段，把农民手里头这钱呢能够变成可再生的这样的资本，也就是说它具备造血功能，让农民将来就这个钱还能持续的钱生钱。所以当时这个老同志提了这几点，后来呢报上是报上去了，但当时大多数领导没有这个远见。结果呢，果不其然，在拆迁之后几年，这种现象陆续发生了，就当地农民那花天酒地了，吃喝啊，点菜，这买金链子，上卡拉 OK， 还有的赌博，有不少村民没几年这钱败光了，败光了，什么收益也没有，成为无业游民，成了社会治安的隐患。到现在，这片土地上依然有人处在非常贫困的状态当中，无法自拔。刚才那位老同志说那个2点很重要，一个是呢要对农民进行培训，他怎么样能融入城市呢？除了我们给他解决一些后顾之忧，比方说像望京村拆迁的时候，就是把农民的跟城市里头的医保低保都接上，先解决了后顾之忧，然后要对这些农民进行培训，就是最好在当地这种乡镇企业，他在扩建过程当中直接把村民招进来进行产业培训，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怎么能让农民原来的这些钱，包括集体资产的产权，能够转化成股权，地权转换成股权，不能是土地换户口就拉倒了，最好还能把股权的问题解决，就让农民手里的钱细水长流。有的领导干部说那没法整，你说把人钱说我给你入股，他信不着你。其实这还是工作做的不细，应该是什么样的？农村往往有那样的致富带头人，或者说有公信力的长者，把他的工作做通了，由这个长者组织他的亲戚朋友，把这个拆迁款一部分拿出来进行投资，能够细水长流。这样的话，由于他这有公信力，大伙信得着他。好多农村人在花钱上有时候随大溜，你看他家干这个，说年化利率收益6%、7%，咱也跟着来吧。这样农民就会把手里这部分补偿款呢，能够有序的流向到理财产品当中，而不是搁到自己面前不知道怎么花了，又买车又干啥的，就败没了。所以就说政府他要细致的做好这工作，主动的倡导这些事情的进行，包括对农民的培训，对这个农民手里这些资产的这种股权转化。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呢，就在拆迁之后这一段时间之内，咱们相关的执法部门一定要对围绕着村民周边的这些地区啊，包括这里的人口要进行监管。怎么监管？有不少人趁这时候就来忽悠村民来了，上我这耍钱去吧，到我那消费去吧。越是这个时候，越要严打黄赌毒，尤其是赌博。有很多拆迁之后村民拿着拆迁款一个晚上都输没了，这很多地方都发生过这样的悲剧，结果一下弄得鸡飞狗跳的，甚至有的人自杀了、复活了什么。所以就是在拆迁之后短暂的这一个时段，咱们的执法部门要对这方面进行监管，一定要斩断那些伸向拆二代的这些黑手，不能让他们去毒害这些人。本来刚得了钱就不知道怎么花的，非常容易陷入到我可有钱了，我要怎么样，要放肆，要挥霍。就这个时候，往往他抵御诱惑的能力是最差的。所以我说，政府身上肩负的责任很重，不能是这个地方拆完了，说我保护这个农民合法权益了，钱也给到位了，房子我补偿都到位了，这远远还责任没有尽到的。
在这个之后，怎么样能够把这些农民直接转化成市民？也就是说，城镇化不是土地城镇化，是以人为本人的城镇化。只有这些人真正和城市生活能对接了，你这个城镇化才完成。所以就说我们对一些地方政府的领导干部的意见考察，绝不仅仅是他盖了多少高楼了，拓展工业园区拓展到哪儿了，拆迁多少个地方没出任何问题，老百姓都满意，拆迁款都到位。我认为这仅仅是考核过程当中一种初级形态。真正高级形态，它应该是看政府马上干了哪些有利于拆迁这些居民合法权益保护，有利于他们未来资产升值、未来的合法权益的保护，有利于这方面的工作，他都做了哪些？然后有一个动态考量，拆迁之后的5年、10年左右，原来的这些被拆迁户到底是什么样的命运，生活过得怎么样？只要是你坚持以人为本，那么人是否能最终城镇化，是最终的目的。所以，当所有的拆二代如果都能够顺利的过渡到和这个城市的生活接轨，自己成为一个合格、自亲自强、有技能的这样的市民，那这个时候中国人的城镇化才能算基本完成。